好，我是老宋。通常说起韩国旅行，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是首尔、釜山或者南部的济州岛。老宋这次要去的是位于韩国中部中清北道的青州市。为什么要去青州？第一是因为这里还没去过，第二是因为机票很便宜。Aero-K 是韩国的一家廉价航空公司，最近几年发展得很快，以韩国的青州机场为基地，最初在2021年以青州到济州的国内线作为起步。现在除了韩国国内线以外，国际线飞往日本的主要几个大城市，此外还有青岛、济南、台北、乌兰巴托、越南的芽庄以及马尼拉的航线。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都很便宜，这次老宋购买的从成田飞往青州的单程机票只需要1万多日币。他们家我觉得还挺划算的，选座的话呢，只要4000韩币，也就是400日元，20万人民币吧，我觉得挺便宜的。已经准备要起飞了。Close the window shade, except an emergency exit lock. Thank you. 而且 Aero-K 的这个英文名字其实起得挺有意思的，大家仔细看一下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韩国的英文 Korea 反过来的念法。韩国这边也是没有廊桥。这机场看起来还挺新的，比想象中的大一些。而且日本航线真的挺多的，广岛、大阪、东京、福冈、名古屋、青岛，还有越南的岘港、乌兰巴托、克拉克、台北。这次来韩国旅行，因为提前在 CELI 的 App 上选择购买了韩国的网络方案，所以一下飞机就可以立刻上网。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对于查询前往市区的交通等资讯，或者是简单的翻译询问来说，都非常方便。一般去市区的话，都是坐这个747的这个巴士。几年前来韩国的时候，刚落地还得去排队购买实体 SIM 卡，价格贵不说，有时候讯号也不稳定。现在使用 CELI 的 eSIM， 简单几步就可以轻松搞定，不需要拆卡换卡，只要在 App 里选择好国家或地区，然后挑选一个合适的流量方案，付款后就能直接安装使用 eSIM。下飞机一开机，手机马上连上当地的网络，导航、叫车、刷网页全都能顺利进行，不用再焦头烂额的寻找 WiFi。而且最让我放心的是 CELI 的网速一直很稳定，而且自带广告拦截功能，不光省流量，也减少了恶意网站的骚扰。它还能变更虚拟定位，对于出国的人来说，隐私保护也更有保障。App 操作也很直观，遇到问题还有24小时的线上客服。说真的，对比传统的 SIM 卡或者是电信商的漫游来说， CELI eSIM 方便非常多。如果你也准备出国，不妨试试看，只要透过影片下方的专属链接，或者在结账时输入专属的优惠码老宋，就能享有85折的优惠。CELI eSIM 让旅行更轻松。坐巴士过来大概40几分钟吧。今天订的这酒店稍微有一点远，不是在完全市中心的地方，离他们这地方的巴士总站，离巴士总站比较近的一个酒店，因为回头可能要坐巴士去首尔那边，然后就选了这里。但是感觉看下来，离市中心真的稍微有点远，有点距离，回头还得打车或者坐公车去，所以不是特别的建议大家住在这附近。因为实在是太饿了，所以先吃点东西吧，还没去酒店入住呢。旁边的商场先吃点东西，部队锅。吃完饭了，现在准备去酒店把行李先放下来。每一次到韩国来就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说把这些字儿换成中文的话，真的跟中国的街景非常的像，就跟日本的街景真的是不太一样。韩国和中国真的很像，这种设施啊，然后这种装饰。终于找到了，应该就在这附近。但是今天订的这酒店感觉像是情侣酒店的基站区的样子，好多酒店都像是那种拉布豪。订的时候只觉得价格挺便宜的，也没特别研究。来了之后看到这么多酒店，还是有点好奇。
看了一下谷歌评论以及询问了一下 ChatGPT， 果然大家已经发现了，这里是韩国的 motel， 也就是日本人说的라브홀的聚集区，怪不得周边大大小小的各种酒店，而且还有很多看起来像是夜店 club 的地方。其实安全倒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带小朋友一家人入住的话呢，的确有些不太合适。住这地方真的是感觉有点夜店区的，这一看是越南风的夜店，结果就是这个，看起来倒是挺气派的，但是这地方真挺难找的，而且周边不知道是什么，感觉都像是那种情人酒店。它2层门，外面有一层大的门啊，里面还有一层门。房间倒是挺大的。我发现韩国的酒店啊，很多都喜欢配一个电脑，特别常见，就在那个酒店里面都会配一个电脑。冰箱里面这东西是不知道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4瓶水，然后还有小罐的饮料。然后它这边有一个梳妆台，感觉是。我觉得韩国人对护肤啊，不管是男女，真的是非常的在行，也非常的在意。所以这地方感觉真的像是一个专门护肤用的地方，弄头发、护肤的地方。它这个床头还专门配了这个充电线，这也挺好的，就不用特别准备，不用想着说那个转换插头什么的，直接帮你把这个充电线都已经配好了。今天订的这个房间算是比较大的房间，所以它整个浴室也挺宽敞的，还有一个挺大的浴缸。不过这种清洁啊，真的还是不是特别到位。如果是在日本的酒店，不管是多小的商务型酒店，它的这个水龙头不会清洁成这样的。然后呢 ，check in 的时候，他给了一小包东西，应该是牙刷之类的，是牙刷吧？牙刷。Lady set， 这女生用的口袋。然后这是 shower towel， 毛巾，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乳液，哇，怎么这么多？啊，这是洗面奶。Love gel， 啊，这应该是润滑油吧？这是刮胡泡沫，啊，这是。这个就不用说了。这是什么？哦，这是女性清洁用品啊。不过这一区好像很多店都倒闭了，挺清静的，没什么人。这店也倒闭了，应该是。而且韩国街头的车啊，看起来真的都是他们自己的，现代、起亚。这什么标啊？这不太清楚，这应该也是他们自己的车。那边也是起亚、现代，那边也是现代，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车，几乎没什么日本车，感觉真的没有看到什么丰田、日产之类的。这种街道两旁的树，真的氛围真的很像中国。路也比较宽，在这边等公车，打算去市区，然后看了一下，他们这公交站牌信息还有其他的语言，中文。韩亚医院，现在位置、待机时间，还挺明白的。哦，日语差不多也还基本明白。信息还是挺方便的。现在已经7点多了，天还是亮的。果然这边日落会晚一些。然后这附近好像是他们有一条步行街，城内路步行街，据说是应该是最繁华的一条街吧。好像也不是感觉特别繁华的样子，看起来应该都是买衣服啊、买鞋的地方。
果然这个区域人就多了很多，音乐声也大了很多。这好像是什么佐丹奴吧？好久没看到这个牌子了。ABC Mart。New Balance， 我觉得韩国人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牌子，很多韩国人穿的鞋都是这个牌子。这边感觉都是运动商品一条街，各个品牌的运动品牌。青州当地的这经济也不是特别景气啊，稍微弯过来的小道，基本上这些店都没开。今天还是周末的时间，步行街旁边这里也有一片绿地，然后看了一下，是他们的中央公园。青州市的中央公园，这边环境还挺好的。然后中央公园这儿还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然后呢，他们这边把它叫鸭脚树，因为它的叶子其实挺像鸭脚的。稍微翻译了一下底下的韩语，就是说他们当地好像有几个人呢被判了冤罪，然后一下子洪水来了，大家都躲到这个树上，最终活命了，就跟之前被陷害的周公一样。写的这样的一首诗。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也是挺有名的韩剧《黑暗荣耀》的里面的场景，但是女主角在这边下棋的一个桌子，昨天晚上没注意到，也是在一个很大的银杏树下，当时应该是秋天的时候。现在麻辣烫不但是在日本火，韩国也很多啊。麻辣烫店现在日本真的非常火，已经上了年度的热词了。日本的麻辣烫店全是日本的小姑娘、年轻的女孩在排队，非常火爆。韩国应该我觉得可能更多吧，因为很多可能东北人在这边，东北麻辣烫。晚餐点了一个辣猪肉的汤，这看起来滋味很浓厚啊。然后还有配有米饭一碗，我感觉这量真的挺多的，而且这只要1万块韩币，就1000块日币左右吧，价格我觉得还行。看起来好像很辣，其实吃起来还好，没有特别辣。每次来韩国，我就能体会到大家如果去日本，没有图片的那种菜单点菜的时候痛苦，真的完全看不懂。幸好现在有这个谷歌翻译，能够拍照翻译出来，大概能理解，否则真的是很难啊。我听说澳门福建的老板是李李小姐的亲戚。回到酒店，电视上竟然在放《繁花》，好像据说最近在韩国挺有名的。我自己倒还没看过这部电视剧。还好，一个知真人。这样看起来天气还不错啊。最近这2天青州其实算是阴雨天吧，但其实下雨的时间只有一会儿，基本上都是晴天。然后天气预报上写的是阴天，但是现在感觉阳光又出来了。到这个上党山的这个地方，这也算是青州市内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了。我估计因为是礼拜一吧，所以基本上没什么人，很多店还在休整。这儿有个亭子，然后写的是上党山城的府和亭东将台。哦，这个图其实就可以看得清楚，它这真的是一周的这个城墙，绕了山头一周。
上党山城说是他们青州当地的长城啊，就是这个吗？这个应该就是城墙的地方，确实蜿蜒曲折往上山上走了。这个角度应该可以看到更明显的城墙的痕迹。这边区域的很多小的咖啡店还挺漂亮的，看起来。现在从山上下来了，打算去那个他们的传统市场，刚好可以去那边吃午餐。差不多这边应该快到市场了，很多街边卖菜的大妈们。哦，这边很多小巷子，还卖熟食的，就是猪肉、猪蹄儿。小商品市场，衣服、帽子，感觉韩国每个城市都会有这样的一条传统市场、菜市场，海鲜、水果、蔬果，什么都有，泡菜。对啊，韩国这西瓜15000，1500日币，也不便宜啊。这跟日本的价格差不多。桃子应该可能比日本便宜一些，我觉得。不过它没有标价格。这边还有这香瓜吧，应该是韩国的各种酱菜，应该是泡鱿鱼吧，这应该是。桃子好大。这市场真的很大，但是感觉没什么太多的人。可能早晨的时候人应该会更多一些，现在人就少了。还有各种蘑菇，现在什么都有，很丰富，各种食材，什么都能买得到。这一箱8000块，这个真的还比较便宜。这番茄也挺便宜的，一筐就5000韩币，500日币啊，日本买不到这么多。到这边就是小商品批发市场了。我感觉韩国卖的这些货应该都是中国造的，感觉跟中国街头那些小摊卖的货都一样。这路真的很长啊，这么一大片都是，好多的蒜。逛了一圈，发现这个市场有个问题，就是他们其实是当地人买食材的地方，就不是针对于观光客，有很多那种餐厅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只看到有一家卖包子的，其他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就可以坐下来吃的店。唯一看到这边这有一家餐厅，不知道怎么样。这家比较方便，它是平板点单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找了半天它没有语言的切换，就只能看韩语。不过还好是有照片，所以大概能看得明白。然后这家好像主打的是饺子，有很多蒸饺，这是面，然后呢蒸饺，
好，这还有烤五花肉。韩国的餐厅就是这样，先给你上点泡菜，然后今天点了一个冷面，想说天气热，来吃个韩国正宗冷面。然后还点了一个这家店应该主打的蒸饺吧，好大的饺子，然后点的是这种一半一半的，一半是泡菜，一半是一般的猪肉的这种。韩国真的什么都是泡菜的，这饺子也是泡菜的。哇，这个泡菜饺子相当辣，非常辣，比这个泡菜要辣很多，大家谨慎点啊，真的超级辣，特别辣，我现在已经辣得不行了。吃完饭出来之后查了一下，才发现这家店好像在这附近还挺有名的一家蒸饺店。如果大家来这个市场的话，找不到吃的可以到这家来吃，蒸饺还不错，千万别点泡菜，真的太辣了。然后市场出来旁边的这些小路就很安静，搞不太清楚这些是民居还是店，反正都没怎么开。休息了一下，6点多出来，天还是很热啊。看这天，左半边乌云密布，右半边晴空万里。还有最后一个景点要去看一下，就是他们这边的有一个壁画村。韩国真的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壁画村，据说是在半山腰的这个地方。韩国真的是稍微一离开市区的地方也挺安静的，这片也真的是就完全好像是居民区的样子，所以非常安静。这附近应该是到了，墙上有很多这种画，壁画村。我觉得现在很多地方都会用这种壁画来开始打造地区的风格，吸引游客，创出一些特色。像马来西亚那个槟城那边也是这样，台中的彩虹眷村也是一片壁画的地方，然后釜山那边也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山上的壁画，那边也规模特别大。而且这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是这个韩剧取景的点，这个餐厅应该是吧？这部韩剧我没看过，好像挺熟的，挺脸熟的，应该是在这儿取景的，应该是做面包的一部韩剧吧。好，现在真的是傍晚时分，到这地方相当舒服啊。一路上每家每户的房子上都画了各种各样的画，就这种上坡的路就特别像传统韩剧里面人家住的地方，都得上坡。哇，这边也很多。这画的是什么？还有厕所的位置。就这种环境真的就是特别像是韩剧里面男女主人公住的那种比较穷的家，一般都是在这种地方。哇，这一路上去好多啊！那边还有一只猫。可以在这儿拍个照。这个貌似应该也是韩剧的取景地，一家餐厅，应该是在这家店吃了碗面。看起来这附近感觉打造成了一个韩剧的取景地、大聚集的一个地方。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很多的这种韩剧电影吧。海报。这附近真的咖啡店特别多，有好多家咖啡店，这也是咖啡店，都设计的挺棒的，挺不错的。
但据说这边有几家挺有名的，都是咖啡店。这边这也是咖啡店，每一家的氛围都看起来不错。哇，现在这个时间真的挺漂亮的。前面那家咖啡店的露台也是蛮舒服的。晚上来吃个面，这菜单也不知道这翻译为什么总感觉怪怪的，但是也大概能看得明白，但是又大概不太明白。晚餐点了一个这种韩国最常见的拌饭，老板人还挺好的，还教我怎么拌。然后把米饭先放进去，然后呢，他说加2勺这个汤，也不太清楚这汤是什么汤。然后加进来之后呢，就开始拌。然后还有附属的这个辣椒酱，如果不够的话可以用。其他的就是小菜。这是应该就是最常见的日式的韩式的这种拌饭吧。我觉得这个拌饭真的味道特别好，相当好吃啊。而且它这个酱不是特别辣。当然，你也可以再继续加，如果觉得不够辣的话，我自己觉得刚好，挺好吃的。这2天来青州真的是，全部都是走路上看到的店进去的，完全没有特别按照什么攻略找很有名的店。不过感觉每一顿都吃的还都挺不错的，都挺满意的。我自己其实旅行不太特别讲究说一定要吃什么很有名的、很厉害的这种餐厅，一般走到哪儿看到哪儿，然后觉得合适的话就进去尝尝看。我觉得这样也挺方便的，就不用老去任务性很强的要去很有名的店，然后要排队啊什么的。其实很多小店我觉得都挺不错的，有些店就是网红店吧，宣传出来的。其实最后发现这个酒店的位置还算可以了，因为它旁边就是青州的高速巴士站，然后周边其实挺繁华的，很多的店铺，很多的餐饮店、餐厅什么的，稍微离市区有点远。不过坐巴士还好，因为很多巴士其实都在这儿停，所以基本上大多数巴士都可以坐。如果是市区找不到合适的酒店的话，这边还可以，因为它可能整个基站区，所以价格相对来说还比较实惠。没什么人，都是车，然后呢，各种霓虹闪烁的地方。虽然韩语看不太懂，但氛围应该就是拉布豪和夜店的聚集的地方。今天要做的就10点46的那个。竟然遇到了孤独的美食家的男主角，在首尔车站